大家好，今日2024年嘅5月26日，睇新聞呢，原來尋日喺香港咧維港兩岸咧就有好多人啊係睇一樣嘢，就係睇哆啦 A 夢無人機嘅表演。咁我就咁睇啲影片咧，真係好似幾好睇咁樣喎。因為哆啦 A 夢咧對好多人嚟講咧就係集體回憶嚟嘅，而且維港啦咁靚嘅地方啊，有呢個嘅海景啊，有呢個燈飾，再加埋哆啦 A 夢嘅無人機，的確係感人嘅。咁啊呢個香港盛事之一，呢個哆啦 A 夢對我哋60後至到90後咧，我相信都係個好深嘅集體回憶嚟嘅，甚至乎咧去到而家咧，我女咧喺 Netflix 都睇過幾集哆啦 A 夢咧，都覺得好好睇喎，佢都中意喎。咁我哋去日本旅行嘅時候，可能都會特登買嗰啲嘢啦。咁哆啦 A 夢呢個名咧就唔係我年代所識嘅，我哋嘅年代識咧就叫做叮當。咁啊裏邊啲角色都唔同嘅，譬如話叫做技安啊、哨牙仔啊，哨牙仔好政治不正確係咪？咁仲埋呢個嘅正義，而家好似改咗名做靜香。小夫同埋胖虎，而家嗰啲名就中性一啲啦。以前咧嗰個年代咧就改花名啊，嗰啲就好常見噶嘛。所以改咗名噶啦而家。咁點解會改咗哆啦 A 夢咧？其實就係一段歷史嚟嘅，就係因為咧作者咧藤子 F 不二雄咧，其實就係希望咧統一翻所有嘅名，就做日文譯名哆啦 A 夢，改翻做哆啦 A 夢。所以佢死咗之後咧，96年之後咧。就大部分嘅出版社咧都更改翻做哆啦 A 夢嘅，因為最早嘅其實就係1995年吉林出版社就叫做哆啦 A 夢，後來慢慢台灣同香港嘅出版社、電視台咧都改翻做哆啦 A 夢。最初呢個哆啦 A 夢咧喺香港引入咧70年代咧係嚟自一本雜誌啊嘛，呢本雜誌我細個都有訂閱過，我諗好多同我年紀相若嘅朋友咧都有訂閱呢個雜誌嘅，呢個雜誌就叫兒童樂園。兒童樂園雜誌引入嘅時候咧，就叫佢做叮當。後來咧，因為兒童雜誌咧、兒童樂園咧喺馬來西亞、新加坡係有出版同有發行嘅，所以星馬嘅朋友咧都睇兒童樂園都叫做叮當。台灣咧就引入咗，就叫做機械貓小叮當，都跟咗香港嘅譯法。咁所以咧70-80年代就叫叮當噶啦。然後80年代好多單行本就出版啦。所以呢啲單行本我細個都有儲嘅。電視台 TVB 有播。亦都係叫叮當嘅，所以後來跟翻作者嘅意願改翻做哆啦 A 夢咧，都係一個時代嘅改變啦。但係今日就要問一個問題啦，喂，世事咧都係同政治有關，有啲人就話我點解成日講政治？譬如我講黃家駒 Beyond 嘅歌都係政治有關嘅，光輝歲月係講曼德拉噶嘛，係講黑人運動噶嘛，係講呢個嘅非洲南非嘅鬥爭種族隔離政策噶嘛，而阿瑪尼咧係講咩？係講戰火對兒童嘅傷害，對世人嘅傷害噶嘛。長城啊，係講6·4事件啊，圍着浩瀚的歲月，圍着事實的真相嘅，圍住事實嘅真相啊。所以呢個所有嘅文學啊，嗰啲同政治咧、同社會時代咧都係有關係嘅，可以解釋嘅。純文學都可以從政治有關係喎，從大時代角度去講。明代、清代點解咁多呢個長篇小說啊？亦都係同文字獄有關係噶嘛？就因為講時政，哇，好容易咧就會動輒得咎，所以喺清代嘅時候咧，啲學者咧就唔搞時政啦，唔搞啲學術思想，唔搞理學，就搞咩？就搞啲考據學啊，或者搞小說嗰啲就可以避開政治，而透過小說裏邊咧隱晦地寫政治，所以《紅樓夢》《石頭記》亦都可以係隱晦地寫政治，所以亦都係禁書嚟嘅。所以文學都係同政治有關，漫畫同政治都有關。呢個兒童樂園咧背後咧就係一間出版社叫友聯出版社，而友聯出版社咧就係直接受到一個機構，呢個機構咧就叫亞洲基金會資助。亞洲基金會咧就喺三藩市嘅。然後咧亞洲基金會就係 CIA 嘅計劃嚟嘅，係 CIA 咧喺冷戰以後咧，冷戰開始之後咧就係設計出嚟嘅一個機構，因為咧隨住韓戰嘅失利啦，美國人認為咧喺亞洲地區咧要同共產主義鬥爭，唔能夠直接透過軍事啦，就要透過文化軟實力去令到咧反共思想一代一代可以薪火相傳。所以喺亞洲咧就係成立咗呢個亞洲基金會，資助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嘅部門，有啲係經濟嘅，資助農業啊，資助文化事業啊，而香港咧就資助咗好多萬事嘅獎學金，資助友聯出版社咧就係最大嘅一個機構嚟嘅，被資助機構。咁友聯出版社我哋細個睇好多嘅，譬如話學生週報啦，兒童樂園啦，就係嚟自友聯嘅。所以咧，成個哆啦 A 夢啊、叮當嘅引入咧，同埋 CIA 係有一個
深厚嘅密切關係。當然裏邊嘅人係未必知嘅，包括引入呢個嘅哆啦 A 夢啊、叮當嘅負責人咧，佢哋話佢哋都唔知嘅喎，因為最初嘅設計咧。呢個友聯出版社其實係嚟自一班學者，呢班學者咧就叫第三勢力啊！我有一個學弟叫做柴宇漢博士，咁佢係專門研究第三勢力嘅，咁我當然唔夠佢熟啦，我都係睇佢哋嘅文章去了解。咁啊，因為喺1949年之後咧，香港咧有好多人咧係北邊嚟，所以北學南來啲學術學者嚇，咁啊，譬如話喺新亞書院啦，喺呢個嘅珠海書院、能忍書院呢啲學者咧，同埋機構咧，都係直接咧同國民黨有好多聯繫嘅，甚至乎錢穆先生去到台灣，咁啊直接係得到蔣介石嘅接待噶嘛，去蔣介石屋企度食飯噶嘛，咁所以有一批學者就係親國民黨嘅，然後有另外一批人咧就係親共嘅。親國民黨除咗學者之外，仲有當然好多啦，就包括調景嶺嗰啲難民啦，調景嶺有難民營，咁調景嶺嘅難民咧好多後來就發展咗去到九龍城寨，所以九龍城寨亦都有唔少人親國民黨喎。譬如話九龍城寨就有向家、新義安喺衙前圍道居住嘅，咁啊佢哋咧就係亦都有一好大嘅勢力喎香港，咁佢哋係早期咧係直接聽命於國民黨嘅。咁啊，另外郭少皇父子亦都係咧聽命於國民黨，喺香港咧就係用14K 呢個字頭去工作嘅，作為一個情報機構發動呢啲嘅鬥爭。咁早期就係咁樣。咁啊親共嘅亦都好多啦，就大公報、文匯報啦、新華社啦、學友社以及咧大量嘅左派學校。香港有好多左派學校噶嘛，啲左仔學校噶嘛，譬如話呢個勞工子弟學校、香島中學、中業中學、漢華、福建、培僑等等等等，仲有左派機構啦，國貨公司啦，係咪啊？中銀啦、華潤啦、華遠啦、五豐行呢啲左仔咁嘅機構，所以香港有兩大勢力。咁啊頭先所提到啦，香港仲有第三勢力喎。第三勢力就係一啲中立嘅學者，就既唔親國民黨，亦唔親共產黨，佢哋有自由民主意志嘅思想。最出名當然係余英時教授啦。余英時教授就係第三勢力裏邊一個代表人物，所以余英時教授咧，佢既攞唔到台灣嘅護照㗎。冇台灣護照，冇中華民國護照嘅喎，好多好似佢咁嘅背景嘅人咧，就有中華民國護照嘅，佢冇，咁佢亦攞唔到呢個香港嘅護照，佢亦都唔接受殖民管治，咁啊更加冇大陸嘅護照啦，所以佢去到美國做教授嘅時候咧，係以無國籍人士作為難民係做教授嘅，直至到咧成為咗呢個哈佛大學教授啦，先入美國籍啦嘅前後先入美國籍啊。咁啊，呢個係咁嘅情況。喺哈佛大學完成學業之後咧，足夠年期先入咗美國籍嘅。咁啊，所以當時1949年有一批學者，包括陳思明、史成之、邱燕、許冠三，佢哋咧就嚟香港成立咗友聯研究所，一開始係做一啲剪報嘅。收集情報做剪報，我就話咧，我睇呢啲檔案資料啊，睇美國同英國嘅解密檔案咧 ，CIA 也好 ，MI6 也好，佢嚟香港做情報咧，主要係做剪報嘅，就剪大陸啲報紙，然後寄翻去倫敦或者寄去美國咁樣。咁啊，所以友聯研究所係做剪報嘅。咁啊，後來咧就係因為1954年咧喺美國咧就有亞洲基金會，亞洲基金會咧就係直接資助咗友聯。咁啊，由嚟自一個亞洲基金會裏邊嘅一個人物，就叫做 James Taylor Ivey，佢就係直接資助咗友聯喎，幫友聯出版大量嘅反共書籍。咁啊，包括余英時教授啦、牟宗山先生啦、徐復冠教授佢哋嘅文章咧，都喺友聯嗰度咧出版嘅。咁啊，張丕介先生啊，等等等等，總之好多啦，就係反共嘅思想就係成立咗。咁後來咧成立中國學生周報喎，學生周報咧就係統戰嚟嘅咯，統戰係大陸術語啊，其實就係做思想工作，就係希望啲青年人咧可以薪火相傳，一代一代咧就係掌握反共思想。咁唔係淨係反共嘅，仲有一啲自由嘅意志嘅。亦都係咧要喺馬來西亞同埋新加坡發行，所以整個星馬啦，啲人都係睇學生周報，都係睇友聯嘅出版，咁啊甚至乎翻譯咗好多文學。點解要翻譯文學啊？因為大陸嘅文學啦就係呢個文藝鬥爭嚟噶嘛。大陸嘅文學咧就係反對一啲講男女嘅愛情啊。如果講男女嘅愛情咧，都要為黨為國家犧牲啊。咁啊，所以或者講男女愛情就要講呢個嘅階級嘅壓迫㗎。好似呢個嘅巴金啊、家春秋嗰啲就要講階級壓迫嘅，嗰啲先係政治正確。所以咧，香港嘅友聯咧就出版一啲愛情嘅小説啦，台灣啊、瓊瑤啊呢啲啦，咁啊點解啊？因為咧大陸嘅角度呢啲叫資產階級
溫情主義，就係講個人嘅戀愛自由嘅。大陸咧，你可以有戀愛自由，但係一定要黨容許，黨唔容許啊，你嘅戀愛自由咧就會受打壓啦。即係話，如果你結咗婚啊，你後來發現你個對方你個伴侶階級有問題喎，階級立場唔夠堅定喎，你就要離婚嘅啦。因為黨同埋愛情同自由之間咧，一定係要選擇黨嘅。所謂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天大地大不及黨嘅恩情大。所以香港友聯出版好多愛情嘅小說、文學嘅作品，夏志清嘅文學嘅評論，呢啲其實就係用軟實力就宣揚緊人性嚟㗎。有人性要擁抱愛情，擁抱家人，擁抱親情，擁抱父子母子嘅關係，唔好為咗黨而放棄呢啲嘢。而當時咧，大陸咧就係以為黨咧放棄晒一切嘅人生關係咧，先至叫做階級正確嘅、政治正確嘅。咁所以友聯出版社就係搞咁嘅嘢。而當時咧，自由亞洲仲資助咗孟氏獎學金啦，好多嘅學者就係攞孟氏獎學金去海外，去英國啊、去美國啊、去歐洲啊、巴黎啊去留學嘅孟氏獎學金。就有好多呢啲咁嘅計劃，咁所以呢個嘅 CIA 自由亞洲計劃，呢個亞洲基金會同埋友聯出版社哆啦 A 夢咧係有好大嘅關係嘅。咁哆啦 A 夢咧就係喺今日時代底下咧引入香港，因為60年代尾嘅時期咧，哆啦 A 夢咧就喺日本度發行，咁成為咗非常之受歡迎啦。1969年12月問世啊，咁然後香港咧好快就係引入咗佢。咁因為當時呢個叮當呢個兒童樂園嘅半月刊咧，其實得幾頁嘅就每一期得幾頁嘅啫。咁一直發行嘅就係由呢個兒童樂園係53年發行到94年，但係佢叮當嘅發行咧其實就唔係好長時間，10幾年，因為後來版權咧係失去咗，俾其他嘅出版社咧係攞咗個版權。咁當時係幾頁紙嘅啫，呢個幾頁紙睇落去個漫畫咧都即係好吸引嘅彩色漫畫喺70年代啊。咁兒童樂園73年嘅時期第489期489嚟喎，489都幾高級嘅，就有5、6頁紙。咁然後76年咧，兒童樂園咧就發行單行本啊，我屋企應該細個都有收藏嘅。咁當時咧就負責人叫張俊華教授對佢嘅訪問，佢自己本人係唔知道咧，原來背後咧係有 CIA 係有呢個自由亞洲基金咧嘅資助嘅。而家因為啲檔案解密咗咧，我哋就知道啦。所以去美國咧係胡佛研究所就可以直接睇到好多關於香港嘅歷史嘅資料。咁我喺倫敦咧亦都睇到好多 MI6、MI5 咧同香港早期嘅統戰聯絡情報嘅資料嘅。咁呢個叮當就係咁嘅背景。點解要咁做咧？有兩個原因，我認為。因為第一個原因咧就係你要打入去年輕人嘅市場，你唔能夠純粹說教嘅，你一定係有啲咧吸引到佢嘅嘢。佢係訂呢個兒童樂園，咁可能長大會訂埋學生週報啦。睇完學生週報可能會讀余英時啊、牟宗三啊、徐復觀教授嘅書啦。所以一步一步咧咁係藤楞瓜瓜楞藤咁摸上去條路度。呢個第一。第二咧，哆啦 A 夢嘅故事咧都係講自由意志喎。一個好似冇乜用嘅細路仔大雄，但係佢未來嘅子孫咧就係派一隻機械貓嚟，希望改變佢嘅命運，然後就話俾大家知係咩命運可以掌握自己手嘅。佢長大唔一定要同胖虎個妹結婚嘅，可以同靜怡靜香結婚嘅，可以建立佢自己嘅人生，創造一個新嘅平衡宇宙，創造一個佢自己人生有價值意義嘅嘢，唔一定係俾宿命控制嘅。哇，要打破宿命，打破命運，係咪好似好三體個故事裏邊個女主角咁樣啦？受文化大革命批鬥之後，令到屋企人咧家破人亡，最後要掌握自己嘅命運。哆啦 A 夢都係講呢樣嘢，呢個喺大陸就不能接受嘅，喺改革開放前就不能接受嘅。改革開放前就會認為呢啲命運如果掌握自己手，呢啲又叫做咩啊？離心離德嘅喎，呢啲係叫做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嚟嘅喎，呢個資產階級精神污染嚟嘅喎，一定要打倒嘅。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出版哆啦 A 夢呢個書，呢個漫畫引進佢咧，其實係一種自由意志嘅一種精神延續，唔希望命運掌握喺黨、喺國家、喺人哋身上。咁所以我認為有兩大意義啊。第一意義就係打入年輕人市場，希望咧佢哋可以閱讀更多自由意志反共嘅思想嘅書籍同文章。第二就係本身呢個故事亦都有自由意志嘅意味。咁但係後來呢個版權好快就失去咗啦。咁逼唔到個版權之後咧，當時咧
佢哋咧就係做咗個盜版嘅。呢個盜版好笑嘅，個盜版咧唔係完全係盜版嚟喎，個盜版係叫做2次創作同3次創作。因為喺80年代81年嘅時候啦，佢冇辦法再連載叮當啦，咁所以咧呢個嘅張俊華社長咧做咗個3次創作，基本上係抄咗叮當嘅故事，個故事全部係抄嘅，但係就換咗啲人物出嚟，呢個叫做 IQ 蛋。咁大雄個樣又唔同咗，咁阿爸阿媽個樣又唔同咗，佢哋嘅動作都係基本上一樣嘅，帶佢去揾雨神啊，當然啲故事就係本土化咗噶啦，但係呢個嘅蛋頭嘅哆啦 A 夢就抄咗佢哋嘅故事。咁當年嘅版權又冇咁嚴格啦。我細個嘅時候有睇一套書叫《街頭霸王》喎， Street Fighter。Street Fighter 當然係一個 game 嚟啦，係咪啊？以前喺街機我都成日跟機打噶嘛，後來即係 PlayStation 又有啊咁。但係咧以前咧有一套漫畫就叫街霸嘅。小學嘅時候咧就係成日寫啲金句噶嘛，寸金難買寸光陰，一本街霸就值7蚊，我仲好記得㗎。咁所以呢個嘅哆啦 A 夢嘅歷史咧，其實就係一個反共史嚟。佢引入香港嘅時候，引入馬來西亞同埋新加坡，馬來西亞、新加坡咧呢個嘅自由亞洲嘅計劃啦，亞洲基金會以及友聯出版社嗰度都好活躍，因為星馬一直都係反共基地，而當時英國殖民政府亦都容許呢啲嘅反共思想喺度播植嘅。個原因就係因為馬共啊係受中共勢力資助啦，多次係意圖係搞革命嘛。我講過新加坡成立呢個嘅立法。就係呢個內安法、內部安全法，目的都係針對共產黨，而幾十年嚟拉嘅人都係親共或者共產黨嘅一啲外圍組織嘅人，就係咁解。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咁星期日輕鬆啲，希望大家俾個 like、subscribe、share。收費平台 Patreon 咧，仲有文字版。上個禮拜就有中國近代史課堂嘅袁世凱稱帝，咁所以所有會員咧 join 咗都可以上課嘅。但係 VIP 會員咧先可以無限重溫，希望大家未 join 嘅可以 join啦，聽下我講嘅歷史課啦，好嘛？多謝大家，知識有價，拜拜。